在鼓楼换乘4号线的时候，在站里看到有一个大鼓，这边呢曾经是民国的政府所在地，也是蒋介石的总统府。这个是巴士站总统府，就以这个名字作为巴士站。现在我眼前看到的就是这个江宁织造博物馆啊。这个车站里面有很多女孩子打扮成古代的那种服饰啊。嗨，大家好，已经起来了啊！现在在南京玄武饭店的房间里面。等一会儿呢，我们再出去转转，就结束我们今天在南京的行程。昨天来的时候也忘了跟大家拍一下我们住的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位于玄武湖边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房间，这个地方有个大窗。今天外面看出去南京城里雾蒙蒙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南京的常态因为南京也算一个盆地吧，长江边上有雾也是正常的。其实昨天我看到对面有一个很像日本晴空塔的一个电视塔，应该是浙江电视台的塔吧。很可惜我们的房子价钱付得不够高，所以呢没有给我们安排望湖的房子。原本这个楼呢它是有一面是望湖的，昨天我们已经到玄武湖去走了一下，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很简单简约的，但是装修呢比较老成的一个商务酒店。从这个门进来呢，边上当然就是洗手间但这个洗手间有一个好的地方呢，就是它装的是那种免治马桶，加热的马桶还是不错的。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国家的这个管理的酒店服务呢只能说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特别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了，那我们现在准备出门，再到南京城里逛逛下午我们就回上海去了。一会儿见。对了，这个抽屉里面呢有一本南京旅行指南昨天我们还在这里翻看了一下，就了解了很多南京的一些景点和它的过往今昔。就有一些景点呢我们去了一下，但是更多的肯定也没那么多时间去但是今天我们有些地方再去稍稍的漫步一下。好了，补充一下而已。这就是我们住的这个楼层的一个电梯房。现在呢我走出我这个住的这个酒店门前呢就是一条大马路。这条大马路你看见没有，叫中央路一大早就车水马龙。我们呢还是去搭地铁。这个玄武饭店是刘海粟起的词。早上还不错，还挺舒服，气温呢大概在25、26度到26、27度。对面呢就是我们昨天就去逛过的玄武湖景区。玄武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跟西湖可以媲美的一个大湖。走路就是
1分钟左右就来到了玄武门站1号线的一个入口。就这边呢，这个选的是交通比较方便，因为我们也就在南京的老城区随便逛逛。这个老城区呢，还是有几条地铁可以交叉换乘。远的地方呢，脚力有限，我们就不去那么远了。走廊里面都是一些南京的照片，有些真的很漂亮的地方。但是很多地方呢，我们以前都去过了，就这次放弃了。这次呢，跟我们的年纪还是尽可能的相符，尽可能的休闲的方式，而非旅游的心态。我相信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慢慢的厌倦了这种人挤人的旅游的方式。这个是在南京地铁可以使用的云闪付、支付宝等手机的 app 过关乘车，但是就没有找到微信支付。在鼓楼换乘4号线的时候，在站里看到有一个大鼓，在地铁站里面看到颜真卿还有袁牧这样的文人。就南京对以前曾经在这边居住过的文人呢，还是非常在意保留了他们很多的遗迹。现在我们在大行宫这个站应该这边从5号出口出去呢，就是总统府了。过节确实人流如潮，真的，这个车厢里面人也多，走在车站里面的人更多。从大行宫站的5号出口呢，走到了街上这边是太平北路，我已经看到了总统府的牌子了。转过来是长江路，看这条长江路这个梧桐树还是非常的茂密。这个边上呢是南京图书馆，很大的一个大楼。可以想象这边以前应该都是南京的精华地段当年的国民党，他把政府所在地呢就放在了南京。但是呢，在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南京失守战况惨烈，后人记忆犹新。所以南京这块地方呢，真的也是虽说是很多朝代的古都，但是也是不断的经历战火，人民沉浸的生灵涂炭。这个地方应该可以说是一座悲壮的城市。边上的很多的现代的高楼，但是对面呢就是古色古香的院墙，那就是总统府了。对面呢就是总统府但是现在插的是中国的5星红旗。这边呢曾经是民国的政府所在地，也是蒋介石的总统府。那最早这里呢，应该是清朝的两江总督府。今天实在是太多人了，你可以看到这一路排队排过去。其实路口是在前面的我身后呢就是总统府。就是我们今天只是到他门前来站一站，以前当然也来过。现在过节期间呢，实在是人潮汹涌。我们就到他这边
到此游就好了，就不到里面去参观了。对于这段历史呢，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的清楚，但是它就是一段历史的片段。对于像南京这样的六朝古都，其实在这边把它当成都城的，并不仅仅是6个朝代，包括民国，包括太平天国啊等等。其实这边呢一直都是一个行政中心，所以在中国呢有北京和南京之分。那南京呢就是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城市，这也是一座悲壮的城市，经历过很多的战乱。那么朝代被推翻更替的时候，人民往往是生灵涂炭。就是这样的一片悲壮的土地啊，同时也是人杰地灵的地方。当然会留下很多历史的痕迹啊。我们呢只是做一个休闲式的寻访，接下来呢我们去到其他地方走走。好，一会儿见。就在总统府对面啊，这边好像还办了一个夜市，叫南京长江路文博之夜。就这边呢，我倒是觉得是一条还很不错的马路。边上其实原本是有一处休闲的地方的，但是今天看到那么多人呢，就倒胃口。我们还是换一个地方去走走看看吧，就只能蜻蜓点水了。其实这边呢，应该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可以去走访一下的地方，比方说以前共产党驻南京的办事处梅园新村啊等等，这些地方应该都在它的周围。这个是巴士站，总统府就以这个名字作为巴士站。现在呢，我站在太平北路和长江路的路口啊，这边也是大兴宫的地铁站的出口处。因为写着一条长江路，半部南京史，可以想想，从古到今，这里呢都是南京的旺地。而我的前面的围墙里面呢，就是总统府了。我们只到它边上来站站而已。就它保留着以前的一些老房子，一片街区。这边呢，你看啊，以前那些房子虽然是这种普通的砖块砌成的，但看上去蛮扎实的，蛮好看的。这边有很多卖纪念品的这种小车、小摊档。看看这条太平北路，一定是跟太平天国有关的一条马路。我们在这边看一看，马路还是建得非常的宽敞。
我走过太平北路，前往前面的一座应该是博物馆，叫江宁织造博物馆。就以前江苏这边呢是，就以清朝来讲啊，是经济大省，所以两江总督呢是非常显赫的人啊。那这边呢有很多的南来北往的交通的这种要道，其中大运河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水运的交通要道。那南方的这些稻米啊、物资啊，还有就是那些手工业品啊，尤其是为皇家制造衣服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对清朝皇室来讲非常重要。现在我眼前看到的就是这个江宁织造博物馆啊，当然肯定也是要买票进去的，我们就不进去了。据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上呢，就是一直是管这个江宁织造府，但是好像也是因为有了一些贪腐之类的，就被查处了。那后来呢，就使得曹家家道中落。这可能也是曹雪芹能够写出这样的一部悲剧式的小说啊，最重要的基础吧。刚刚在江南织造博物馆门前站了一站，这个车站里面马上就有一幅大观园的图。现在呢，我们从大行宫啊乘坐3号线去夫子庙，也就2个站而已。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南京的地铁里面的用的颜色都是大红大绿，就还是非常喜欢用这种色调比较明快或者对比比较强烈的这种色彩。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夫子庙，这边也有5号线可以换乘。你看这2个姑娘穿的什么服装？这个车站里面啊，有很多女孩子打扮成古代的那种服饰啊，也有的干脆就是现代童话啊、漫画里面人物的装饰。不管怎么说呢，现在大家穿衣自由了啊，想怎么穿怎么穿，这肯定是一种进步，也是文明的体现啊。这个支付宝呢就可以刷码出站啊。